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欢迎回来你们期待已久的 Honda Civic。Civic 不改不如填海系列，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2、3部杰哥的那一辆 Civic 改装过程的影片。中间我们还有拍了一台红色的 Civic FK7。Civic FK7 呢跟 FK8 是属于比较接近的一个兄弟车款啦，引擎配置、动力方面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距。可是车身一样是一个 hatchback 款式，跟杰哥的 FC 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即使 FC 再怎样改，都没有办法改得像一台 FK8， 甚至连 FK7 的边都沾不到。那上一次拍了那台红色的 FK7 过后呢，其实我对 FK7 是蛮喜欢的啦，主要是它不需要有很大的维护成本，好像 Type R 版本 FK8 的话，维修起来、保养起来、改装起来相对是比较贵，油耗方面也会非常的大。那像我这个比较懒惰的人呢，我就不想买太多 manual 的车，我有一台 FN2 Type R 就已经够了。那如果要我买一台 Auto 牙没有 Type R， 那只可以买到比较稀有的，就是我身边这一台 Honda Civic FK7。OK， 上次呢，我们就讲解了一台 FK7 手牙版本。FK7 这款车呢，不仅有手牙，还有 CVT Auto 版本。我身后这一台呢，就是最近我们刚刚入手的 Honda Civic FK7 CVT。它跟本地版本卖的 Civic FC 呢是有很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后面这一台车是一个短尾 hatchback 车型。那在买这台车之前呢，我们本来是要买一个白色，因为白色显大，而且这个车型放白色的话，看起来就会更像 Type R， 虽然它不是。那黑色看起来就比较普通，没有仔细看的话，真的会以为它是一台普通的 FC。那我个人其实比较不喜欢黑色，为什么又买黑色？没办法，白色啊、红色啊，它们的价钱都比较高，而且市场上也比较难找，就入手了一台黑色版本的 FK7。这一台 FK7 是一个短尾 hatchback 版本。如果你们从尾巴这样看过去，它跟 FC 最大的差别就是 bumper design 不一样。尾盖方面呢是掀背型尾盖，好像 Gen 2， 好像 Vera Aeroback， 好像 Saga Aeroback 这样子是掀上去的。然后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遮罩帘，是可以把它拉开来。就可以看到一个超级巨大的尾箱，而且它的这个开口，我个人非常喜欢。在放行李箱、放一些拍摄器材的时候呢，非常的方便，很好拿。缺点就是这一台车跟我的德大 Vios 一样，没有后备轮胎。把这个盖子打开来呢，我们只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补胎剂跟这个打气棒。这一台车呢，在尾巴还有一个地方很明显可以看到，它跟 FK8 一样是一个中出排气管。FK8 是3个排气孔，原装的情况下啦，原装情况下的 FK7 是2个排气孔啊。是真实有在排气的啊，不是假狗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红色的一条边吗？没有错，这台车呢，因为它是黑色，所以黑色的车啊，不管你的车身线条原本有多么的锐利，都会因为黑色的关系消失掉。所以呢，这台车我们就在它的 skirting 的位置呢，放上了一条红色的 lining， 就好像 FK8 原装车这样子，不管是在后面的 skirt、车身侧面的 skirt 还是前面的 skirt， 都加上了一条红色的线条。这个红色的线条是怎样弄的呢？我们做的是 wrapping， 就是去粘一条红色的 lining。Micro Shield 就帮我负责了这一项工程啊。这一台车刚拿不久，我们就把这台车拿去给 Micro Shield， 让它为这辆本来线条棱角分明的车身，因为黑色的关系搞到没有线条，那我们再加上一个红色线条。非常感谢 Micro Shield 为我们的这台车加上这个 lining 哦，整体看起来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看。你们觉得怎么样？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如果你们要去 Micro Shield 的话，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它的地址跟联络方式哦。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它是一个 hatchback 短尾的，然后从日本 import 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一个 door visor。这个 door visor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因为它会制造一些风声、一些噪音。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把它拿掉呢？因为它是 Mugen， 这个 Mugen 的字啊是刻度在里面的，就不拆它啊，毕竟它是一个 Mugen 正品的 door visor， 就让它保留。在车窗的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LX70， 非常的熟悉，对不对？没有错，就是我的 Subaru BRZ， 我的 Toyota Vios， 我的 Honda Civic Type R 都使用的 Solar Guard 的丁灯。这台车刚拿车不久，我们就去粘了丁灯。原本这辆车从日本import进来是没有丁灯的，可是它的镜子呢本来就是黑的，所以你现在可能看到觉得很黑。但是大家不要讲我的车犯法了啦，还是怎样？原本在日本它的玻璃就是黑色，没有丁灯的啊，是玻璃本身就有颜色，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这辆车呢，我们就让它粘上了 Solar Guard 的经典最顶尖的丁灯 LX 系列。用过一次
你全家的车一定都会换上 LX， 这个是之前那个 Jason 跟我讲的，我不相信，没想到现在我整个 team 的车都用 LX 系列，这个我个人真的觉得非常的好，隔热效果非常的赞，而且还有这个金属反射热能的功能哦，这一点你们一定要尝试。想要了解更多 Solar Guard， 大家都可以到 Excellent Din。如果南马的朋友或者新山区的朋友，你们想要连丁特，或者其他州属，你们想要下来新山连丁特，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 Excellent Din 他们的联络方式还有地址。这样好看的丁特，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来到这辆车的车头 ，OK， 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个 bumper 似曾相识，对不对？其实它跟 FK8 的 bumper 真的长得很像，差别就在 FK8 的 bumper 这个大洞旁边呢，会有多几个小洞。这台车原装来哦，就给你18寸的铝圈，这个 Sport Rim 是一个银黑撞色铝圈，我觉得很漂亮。原装来的轮胎是 Goodyear 的一个 F1， 那个轮胎是个好轮胎，可是就是因为这台车绑太久了，裂到啊，原本的那个裂痕啊，我看了真的不敢把这辆车开出门啊，我怕它随时就会爆胎，所以就自费换了一个比较属于 UHP 等级的轮胎啊，当然没有换上 AD09， 因为这台车没有打算拿去跑1000。OK， 现在我们打开这台车的引擎盖，引擎方面当然不是 FK8 的2000cc 涡轮增压引擎，它是1500cc CVT 4缸涡轮增压引擎，听起来是不是跟 FC 一样？可是调教是不一样的。这台车比 FC 大了7个马力。调教方面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因为我没有长期使用过 FC， 我在开这台车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如果它跟一些我们身边比较常有的车款做比较，涡轮车啦，我觉得 Proton 的 X70 的 1.5 版本会感觉那个动力来到比较直接，因为 DCT 压箱、双离合变速器压箱，它在换挡的时候会比较直接。CVT 因为这个保护机制，所以你会感觉到整台车在动力方面会输给 Proton 的1500cc 涡轮增压引擎，但是以数据上来讲，马力 Honda 的这一颗 Earth Dream Technology VTEC Turbo 引擎是180 horsepower， 很明显是比刚刚我提的那一款车来的更大马力，当然也比 FC 更大马力。车灯方面是一个 Honda 的象征式龙鳞车灯，非常好看啊，它是 reflector 一片一片，跟 FK8 一模一样。FC 的话要买到这一款车灯，应该是要顶配才有啊。一打开车门就可以看到，虽然它是一个 Made in UK 的 JDM 进口车，可是 Interior 看起来会比 FC 来的简陋一点，尤其是这个椅子啊，它是 fabric 的，我不知道在日本有没有的选配皮革椅子啦。椅子方面是手动的，我买的这个 spec 是手动啊。我们上车来看一下 steering wheel， 它是有 pedal shifter， 可以做到手动换挡，但是是 CVT。启动引擎过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 meter 是一个电子仪表板，红色的底色，跟 FC 就不一样了啦，看起来更加的 sporty， 还有一堆日本字，更加有 JDM 的味道啊。当然，这个日本字是不能换掉了，没有英文版的，我找不到怎样弄，所以那就没办法了啦。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荧幕，这个荧幕真的有够小，本地版本的 FC 荧幕都大过它。它还内置了日本的 ETC， 也就是他们的 door， 还有它的日本内置的地图。这个东西我觉得接下来我会把它换掉。音响方面全部都会换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这里哦有明显的杂声，所以不是进口车一定就是好。Dashboard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 carbon fiber 的装饰，红色的引擎启动键，这个看起来就战斗力十足啦。当然这辆车是有 ACC 自动跟车、AEB 自动刹停，还有很多主被动安全配备啦。这个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再来告诉大家感觉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比起本地版本的 FC 呢，这辆 FK7 还有什么地方是有差别的？就是它的旁边两侧的望后镜是有加热功能，所以如果下大雨还是很冷的天气，它蒙掉了的话，你可以在中间这边启动加热功能，让它变回干净透彻的一个望后镜。椅子方面也是有加热功能，可是在马来西亚我相信没有作用啦。车顶方面是全黑色的雕布，看起来更加好看。有些人不喜欢，我是觉得还不错。中间的这个望后镜是有 Auto Dim 功能，在中间的这个灯的位置呢，上面这边还有一颗红色的小点，是一个氛围灯，跟我的 Type R 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后座。进来这一辆车的后座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椅子是已经调节到我个人舒适的坐姿了，坐在后面还有一个拳头多一点点的距离。这个椅背倾斜角度我觉得很不错 ，Honda 很厉害利用空间。老实讲，以现在 C segment 来讲，它不是最大台的，可是这个空间感我觉得很好。后座椅背还可以倾倒啦，这些点都是我觉得这辆车非常适合 daily drive。再来就是
它的外观虽然是一辆 daily drive 的车，可是它的外观也是比较属于战斗力十足的车啦。那接下来这辆车我会换掉 Sport Rim 啊，你们可以在影片留言区那边留言，告诉我什么 JDM Sport Rim 好看啊，我会考虑一下。当然，我现在觉得这辆车有点波大啦，尤其是后面 spoiler 会加装什么样的 spoiler，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 spoiler 好看，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OK， 今天我们先做一个 Part 1，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FK7 这台车为什么会吸引到我，为什么我不买 FC， 因为 FC 长尾。那这辆车虽然讲它是一个短尾 hatchback hot hatch， 可是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尾箱空间，所以我觉得不管在使用上还是在外观方面都很合我意。OK， 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会为这辆车做一系列的影片，所以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录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